3种不同的醋，口感是不一样的。这味道出来了啊，出来了。老醋汁儿，这个老醋汁儿呢，是我干了这么多年凉菜自己一个心得体会。嘿，我这胃已经炸开了。喝酒的小菜，老婆花生啊。今天要用的花生是这种小粒儿的花生。第一步呢，得把这花生咱们得先轻轻洗一下，为了让它下油锅以后啊，不至于那么快就变色啊。炸花生的时候呢，还要最好用花生油。我师傅都给我淡好了。对，花生油香啊。这得凉锅凉油，然后凉花生下锅。怎么炸到是合适呢？咱们在里边扔点蒜头，什么时候这个蒜这个表面金黄了、熟透了，这个花生也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了。小火。在这儿呢，给我们网友提示一下啊，你看这花生下以后呢，它是冒大泡的。等我们越炸的时候，这个油呢越来越变成小泡，就说明这个水分少了。这个不是时间的事儿，是要把水分要炸干。这声有点脆了啊。您看这个蒜，好了，我觉得现在可以捞了。然后咱们这盘子上放张吸油纸，把这油吸一下。咱们把这个摊在这盘子里边晾凉，吸油晾凉。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小关键点，咱们滴2滴这个白酒，可以保持这花生米酥脆。咱们把这花生啊拌匀，一定晾凉，吹干啊。好，晾凉。下一步咱们兑一个老醋汁儿。这个老醋汁儿呢，是我干了这么多年凉菜自己一个心得体会。这一共用了3种醋：陈醋、香醋，还有这个清香米醋。咱们呢，先在这里边放糖。这糖要多少呢？糖有100克。100克。咱们再来点盐。来，咱们适量。这陈醋可以200克。我在这儿就不倒那么多了。咱们香醋就是镇江香醋。刚才咱们那个倒了是有100克，咱们这香醋有60克就可以了。这清香米醋呢有20克，松味稳定。3种不同的醋，口感是不一样的，酸度也不一样。然后咱们再滴一点香油。好，这醋汁基本就调好了。紫松头、尖椒啊，花生也差不多了。酥脆，这得火候拿捏的，准确。行了，别老煎了，再煎都得煎碎了。听点声音啊。来，咱们把这汁儿浇在里边拌一下。齐了。你看看啊，这味道出来了啊，出来了。好，照相。好嘞，带汁的有味儿的，小菜大智慧啊！别小看小菜，别小看小菜。脆吗？那当然脆了，现在我这胃已经炸开了，是吧？小菜也要做的专业，3种醋的这种调和，到嘴里这种清脆，这个真好。这网友子松问，做宫保鸡丁的时候，滑油和不滑油有什么区别？然后还有就是有人做的时候呢加辣椒面，有的时候呢在最后加辣椒油，这个味道上又有什么区别？滑油与不滑油2种烹调方法。过去呢就是讲究卧油煸炒，但是这个煸炒呢加辣椒面，它炒出的东西更香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要滑油的话，可能要这个出菜的形式要比它要整齐，是吧？而且油滑的要比那个煸炒的要有把握，才要嫩。加辣椒面呢是过去这些老的这些大的饭店，但是当时北京饭店和前门饭店是最火的，因为那是食辣饭店，是吧？而且那些老师傅都是国家给调过来的，原籍四川的，他们也是继承了老一辈的，是吧？这种传统技法。煸完了之后加上辣椒面，呢，它有一种辣椒的那种清香味儿和这个鸡丁的揉的一块儿，这种香气更浓一些。但是它不好在哪儿呢？就是这煸辣椒面和卧油煸炒，这需要你这个有一定的功夫了。如果说您的功夫差点，可能这辣椒面就可能就要煸糊了，或者那鸡丁呢出来掌握不好油温的，它就不嫩了。
这需要有一定的难度。但是滑炒呢，相对来讲就难度稍微低一点所以就是放这个最后放辣椒油的话，对，辣椒油呢是现代的产物，不是过去的产物。它以胡辣小荔枝为口的这种口味儿是吧？然后改成现在这个有点大淀酸了大淀酸之后，它就炼这个红油，炼红油第一省事儿，第二呢颜色漂亮，是吧？是现代版的这种产物，为了吃起来的味道上还是有些区别，有些区别比较辣，干辣那种。他们在制作红油的时候也加了一些特殊的香料一些追求的是颜色。就是不一样，两位因为我60多万赞人就是不一样，这气色。你没有啊？别唱了，大爷。开始。对不起啊，等一下，我录上了吗？您自己都不在线上，是线下的。